我开了18年大巴，票价始终是1块钱。村里人都夸我是活菩萨，说方圆百里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样有良心的司机。可当我把票价从1块涨到2块的时候，他们直接把我的车拦在了村口。李翔，你个不要脸的，涨1块！我看你是想发财想疯了吧？就是你个黑心的！原来车票1块钱你都能买上新车，现在车票涨价成2块钱，你岂不是要赚翻天？说完，其中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拿着砖头砸了我的新车。我看着裂开的玻璃，扯着嘴角，无奈地笑了笑。上个月天热，隔壁村的王大娘坐旧车，半路上中暑晕了过去，差点出事。我心疼大家挤在面包车里遭罪，咬咬牙就换了新的公交车。没人知道，这辆空调车是我贷款20万刚买的，新车的贷款我自己扛，涨这1块钱，连每个月多出来的油钱都不够。可他们竟然觉得我在赚黑心钱，真是可笑。我望着眼前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脑子里闪过的全是这些年的画面。秦红国家办百日宴，我免费拉着全村人去县城吃席。王宁家嫁女儿，我凌晨3点就发车去接远房亲戚。村里老人走了，也是我免费拉着送葬的队伍跑几10里山路去殡仪馆。我一直以为大家会念我的好，可没想到是自己自作多情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喉咙里的酸涩，推开车门走了下去。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一瞬，所有人都盯着我。我没有看任何人，只是对着空荡荡的山谷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这车从今天起我不开了。”说完，我拔下车钥匙揣进兜里，转身就往村里走。王民立刻叉着腰，踮着脚，得意地冲着我的背影喊：“你牛什么？没了我们，我看你还怎么挣钱！”我听到他的话，脚步顿住，缓缓转过身。你们不做，自有人做，但终有一天，你们会跪着求我回来的。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像冰锥一样扎进喧闹的人群里，瞬间压下了所有哄笑声。王民愣了一下，随即涨红了脸，啐了一口：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，我们就算爬着出门，也不会去求你这个黑心肝的。”我没再说话，一步步往前走，身后的骂声越来越远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不是结束，这只是他们为自己的忘恩负义付出代价的开始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砸门声就像打雷一样响了起来。李翔，开门！你快给我开门！叫门的是裴子贵，他爹裴大叔是这个村里唯一真心待我的人。小时候我父母出车祸走了，裴大叔把我接到家里，管我吃管我住，还教我开车，凑钱给我买了第1辆2手大巴。我守着这条线18年不涨价，一半是念着乡里情分，另一半就是想报答裴大叔当年的救命之恩。我早就跟裴子贵说好了，他孩子过百日，我免费开大巴，拉着全村老老少少去城里过去吃席。可昨天拦车砸玻璃的时候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裴子贵就站在人群最前面，跟着王民喊黑心肝，喊得最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拉开了门。裴子贵果然凶神恶煞地站在门口，眼睛通红，像是我欠了他800万。李翔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家孩子明天就办百日宴了，之前说好了，你开车送村里人去城里吃席，你现在不开了，让我这百日宴怎么办？子贵，不好意思，这趟车我真的开不了。我转身从屋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礼品，一个小银锁和几个小孩子玩的玩具。我将这些东西递到裴子贵手里，声音尽量平静：“这是我给大侄准备的东西，你收下吧。”开不了，你说开不了就开不了，你就那么记仇？裴子贵一把挥开我的手里的贺礼，那些小玩具都是塑料的，不抗摔，瞬间崩裂的到处都是。那个小银锁也掉进了黑泥里。我没跟裴子贵吵，只是弯腰捡起被弄脏的小银锁，轻轻拍了拍上面的土，然后转身回屋，从抽屉里拿出了2样东西，啪的一声甩在了他面前的石桌上。我记仇？你自己看清楚，这是新车的贷款合同，每个月我要还3200，这是上个月的邮票，光油钱就花了1800，18年了。我基本上都是搭钱跑路的。裴子贵听到我的话，瞬间不乐意了。李翔，你糊弄鬼呢？你要是不赚钱，拿啥换的空调车？我闻言彻底无语了。我糊弄鬼？我换空调车是怕你们再有人像王大娘那样中暑晕过去。我涨1块钱，连每个月多出来的油钱都不够。昨天王明带着人拦我车的时候，大喇叭王民。王民叼着烟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院子，脸上挂着假惺惺的笑。哟，李大司机，这是真要归隐了？别呀，下个月我儿子结婚，还等着你开大巴了人呢。说完，他朝我吐了个烟圈，烟圈飘到我脸上，呛得我皱了皱眉。我没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
拉不了，另请高明吧。别这么绝情嘛！王敏往前凑了2步，压低了声音，摆出一副为我好的样子。我知道你昨天受委屈了，其实村里人也不是故意针对你，就是一时没想通。你要是服个软，我可以在大家面前替你说几句好话，就说你年轻不懂事，一时糊涂才说要涨价，现在知道错了，这票价也不涨了，这事儿啊就过去了。以后你该跑车还跑车，谁也不会再说什么。我看着王民那张虚伪的脸，不由自主地笑了。随后我询问他，真的这么简单吗？王民拍了拍胸脯，笑得更得意了。那当然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哪有解不开的仇？不过嘛，我也不能白帮你这个忙。我儿子下个月结婚，你那辆新大巴免费给我用3天，油钱过路费你自己掏，这事儿就算扯平了，怎么样？听到这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他鼓动村民闹事是另有所图啊！王民，你算盘打得可真精，我免费给你用3天车，再倒贴油钱过路费，换你在大家面前说几句好话，然后我还要继续当你们的赔钱司机。王民的脸瞬间沉了下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。我告诉你，李翔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要不是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你要是不答应，以后就别想在村里待下去。我听了这话，往后退了一步，靠在门框上，眼神冷得像冰。村里能开车的人多了去了，你儿子结婚爱找谁找谁去，慢走不送。王民听到我的话，也异常的生气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孙家百日宴这天，村里的大喇叭竟然响了起来，王民尖利的声音传遍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。各位村民注意了，各位村民注意了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从今天起，由包大葱接替李翔跑县城到村里的县，票价只要1块5，只要1块5了。说完价格后，王民故意顿了顿，拔高了嗓门，带着明晃晃的幸灾乐祸。正好今天孙家办百日宴，在城里最好的酒店摆20桌酒席，想去吃席的老少爷们、婶子大娘们，赶紧去村口集合，包大村的车马上就发，大家快去占位置啊！我靠在窗边，听完王民的吆喝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包大葱以前在我这卖票，驾照才刚拿了几个月，他开车什么水平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我倒要看看这便宜5毛的车，他们能不能坐得安稳。随后，我换了身旧衣服，戴了顶草帽，把帽檐压得低低的，混在人群里，挤上了包大葱那辆喷着黑烟的破中巴。车刚开出村口，我就后悔了。包大葱开车跟疯了一样，猛踩油门猛刹车，遇到坑洼也不减速，整车人跟着一起上下颠簸，像坐过山车一样。众人也逐渐受不了了。慢点，慢点，你开那么快找死啊！我的妈呀，颠死我了，我的腰都快断了。空调呢？怎么不开空调？热死了！包大葱头也不回，扯着嗓子喊：开什么空调？1块5还想坐空调车？做梦呢！嫌热就下去走，1块5一位，你还想坐奔驰啊？嫌我车不好，你去找李翔啊，他2块钱一位，你去坐啊，我又没拦着你。包大葱话音刚落，前方拐角处突然窜出来一辆拉着柴火的驴车，他瞬间慌了神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双手死死攥着方向盘，竟然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。中巴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朝着路边的深沟冲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把推开身边的人，3步并作2步冲到驾驶座旁，左手猛地抓住方向盘向右猛打，右手同时拉起了手刹，轮胎在地面上划出2道长长的黑色刹车痕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最后，中巴车在离沟边只有10厘米的地方，硬生生停了下来。整个过程中，车厢异常的寂静，只能听到发动机突突的怠速声，还有所有人粗重的喘气声。冷汗顺着每个人的额头往下流，浸透了后背的衣服。有人手里的菜篮子掉在地上，西红柿滚了一地，都没人敢弯腰去捡。过了足足半分钟，坐在前排的王大娘才颤巍巍地开口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：刚才差点就掉下去了。这句话像打开了开关，车厢里瞬间炸开了锅。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，多亏了刚才那个小伙子，要不是他，咱们全完了。是啊，太险了，差一点就翻沟里了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，纷纷转头看向我。我低着头想往后面躲，可身边一个大爷伸手摘下了我的草帽，看清了我的脸。他愣了一下，声音一下子小了下去，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：他竟然是李翔！瞬间，所有人都看向了我。这7个字像一记重锤砸在所有人的心上，刚才的后怕和感激瞬间变成了难以言喻的尴尬。那些昨天还指着我鼻子骂我黑心肝，喊着要砸我车的人，此刻都低下了头，手指抠着衣角，不敢跟我对视。有人小声地嘟囔了一句：谢谢啊，李翔。紧接着稀稀拉拉的道谢声在车厢里响了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一直瘫在驾驶座上的包大葱突然回过了神，他看着满车的人，知道自己要是认了错，以后就再也别想在村里立足了。随后他急中生智，猛地一拍方向盘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道：好你个李翔，我就说今天怎么这么邪门，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齐刷刷地看向他，我也皱起了眉。包大葱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才没有胡说。包大葱梗着脖子盯着我，声音比刚才还大。肯定是你嫉妒我抢了你的饭碗，所以故意找了个驴车来挡路，想把整车人都掀沟里去，然后你再装好人把大家救出来。
这样大家下次就会去坐你的高价车了。包大葱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，拍着胸脯冲全车人喊：我告诉你们，他这点小心思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今天要不是我反应快，咱们早就成沟里的冤魂了。他李翔就是个披着人皮的白眼狼，为了抢生意，连大家的命都不顾了。没错，他李翔放着好好的大巴不开，跑来这儿坐车，这摆明了就是早就预谋好的。我笑了，这王民倒是还有点小聪明，他心里都清楚，包大葱是他一手举荐的。今天这事要是真身揪起来责任，他也跑不了。所以为了撇清自己，他只能跟着包大葱一起倒打一耙，抢先带头站队。而村民们有了王民的带头，瞬间倒戈，纷纷的捡起地上的西红柿砸向我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眼前一张张狰狞又熟悉的脸，没有生气，也没有辩解，只是把所有的失望和寒心都咽进了肚子里。好，很好，既然如此，从今以后，你们的死活跟我李翔再也没有半点关系。说完，我推开车门，准备离开。包大葱却突然喊了一句：“站住！”我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，只是冷冷地问：“还有事？”你差点害死我们全车人，就想这么一走了之？包大葱从驾驶座上爬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唾沫星子横飞。今天你必须给我们所有人道歉，还要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费，每个人赔200块，少1分都不行。我缓缓转过身，目光扫过车厢里一张张麻木又贪婪的脸。王民立刻跳出来附和：“对，必须道歉！要不是你搞鬼，我们怎么会差点掉沟里？”我搞鬼？包大葱梗着脖子，脸涨得像猪肝。除了你，谁会干这种缺德事？你就是嫉妒我，抢了你的生意，想害死我们，然后再装好人。没错，肯定是这样。人群里有人跟着喊：“李翔，你太歹毒了，为了钱连人命都不顾。”赶紧道歉，不然我们就揍你！有人，我李翔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，刚才救你们是我作为一个司机的本能，不是为了求你们感谢，更不是为了让你们倒打一耙道歉。我没错，凭什么道歉？赔偿更是不可能。你们的命是你们自己的，以后坐谁的车，出了什么事都跟我没关系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，伸手推开身边挡路的人，径直走向车门。你敢走！包大葱冲过来想拉住我，包大葱被我一把甩开，他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撞在座椅上，气急败坏地喊：“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”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立刻围了上来，堵住了车门。我眼神一冷，攥紧了拳头，让开！那几个小伙子被我的眼神吓住了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我趁机拉开门，纵身跳了下去。王民在车里尖叫：“你要是敢走，我们就砸了你家，烧了你那辆破车！”我头也不回，大步朝着村子的方向走去，身后的叫骂声、威胁声越来越远，可那些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，密密麻麻的疼。太阳越升越高，晒得人头晕目眩。我走在滚烫的土路上，身上的衣服沾满了污秽，狼狈不堪。路过的过路人看到我，都远远地躲开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，眼神里满是鄙夷和厌恶。我回到家，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，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眶。我不是铁打的，我也会疼，也会难过。我掏心掏肺地对待了18年的乡亲，最后却换来这样的结果。我走到院子里，看着那辆停在角落的新大巴，车玻璃还裂着一道长长的口子，像一道丑陋的伤疤。我伸手摸了摸冰冷的车身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当初为了买这辆车，我掏空了所有积蓄，还贷了20万的款。我以为换了空调车，大家就能坐得舒服点，不用再受风吹日晒的罪。我以为涨1块钱，大家能理解我的难处。可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我蹲在地上，抱着头沉默了很久，直到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才把我从绝望的情绪里拉了出来。我拿出手机，看到屏幕上跳动的名字赵磊。赵磊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我们俩是光着屁股一起玩大的交情。后来他去城里打拼，开了一家旅游公司，混得风生水起。我们虽然不常联系，但感情一直没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擦了擦眼睛，接起了电话。喂，祥子，好久没联系了，最近怎么样？我听说你换新车了，恭喜啊！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声音哽咽地说：“磊子，我不干了。”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慢慢说，别急。
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赵磊，从涨价被拦车砸玻璃，到宣布不开车，再到今天在中巴车上救人反被诬陷，我一字一句地说着，心里的委屈和愤怒也一点点发泄了出来。赵磊越听越生气，最后忍不住破口大骂：祥子，你别难过，这种人不值得你为他们伤心。我没事，就是有点寒心。你早就不该干这个了，天天起早贪黑，赚不到几个钱，还受一肚子气。正好不干了也好，来城里跟我干。跟你干，我除了开车什么都不会啊。你会开车就够了，我这旅游公司正好缺靠谱的大巴司机。你开车技术好，人又细心，最适合不过了。而且我给你开高工资，保底8000，带团还有提成，比你跑村里那破线强100倍。我心里一动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确实需要钱，每个月3200的贷款压得我喘不过气。如果能去城里开旅游大巴，不仅能还清贷款，还能赚点钱，总比在村里受气强。可是我从来没跑过旅游线，怕干不好。怕什么？有我呢！赵磊拍着胸脯地向我保证道：我先给你安排几条简单的周边游线路，你跟着跑几次就熟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那好吧，我咬了咬牙，下定了决心。我明天就去城里找你。赵磊听了我的话，瞬间高兴了起来，连忙说他等我，明天让司机去接我，还说让我到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跟他喝一杯。随后他表示自己还有事情，把电话给挂断了。和赵磊通完话后，我心里的阴霾散去了不少。我抬头看了看天，阳光正好，或许离开这里去城里闯一闯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我走进屋里，开始收拾东西，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就几件换洗衣服，还有裴大叔当年送我的那个旧方向盘。我把方向盘擦得干干净净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。收拾完东西，我又看了一眼这个住了30多年的村子，这里有我童年的回忆，有我18年的青春，也有我最深的伤痛。我叹了口气，锁上门，转身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坐上了去城里的班车。班车缓缓驶出村子，我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一点点后退，心里百感交集。到了城里，赵磊果然派司机在车站等我。司机把我带到了赵磊的旅游公司，公司不大，但装修得很精致，员工们都忙忙碌碌的，看起来很有活力。赵磊看到我，立刻迎了上来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祥子，你可算来了。他带着我参观了公司，然后把我带到了他的办公室，给我倒了一杯茶。怎么样，我这公司还不错吧？挺好的，比我想象的好多了。我笑着说。赵磊听完很是得意。那是自然，这几年周边游特别火，我这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就是缺靠谱的司机，好多司机开车毛躁，服务态度也差，游客投诉不断。你来了，可算帮了我大忙了。说着，他拿出一份合同递给我，你看，这是劳动合同，工资待遇我都写清楚了，保底8000，带团提成按人头算，一个游客提5块，管吃管住，5险1金都给你交。要是觉得没问题，就签字吧。合同的条款都很合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我拿起笔，毫不犹豫地签了字。赵磊见状，高兴地搂住我的脖子，把我往外带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车，然后给你安排第一个团。他带着我来到停车场，指着一辆崭新的豪华大巴说：“这辆车以后就归我了，车牌号他都给我选好了，跟我以前那辆一样，方便我记。”我走到大巴旁边，伸手摸了摸光滑的车身，心里感慨万千。没想到我离开村里，竟然能开上这么好的车。赵磊看着我开心的样子，自己也忍不住地笑了。但他到底是老板，始终不忘了正事。见我情绪恢复了一点点好，他连忙给我布置任务。明天有一个去云村的团，一共35个人，都是中老年游客。你第一次带团就跑这条线，路况好也轻松。你今天先熟悉一下车，然后我给你讲讲带团的注意事项。于是接下来的一天，我都在熟悉车辆和学习带团知识。赵磊很耐心，手把手的教我，告诉我怎么跟游客沟通，怎么照顾老人和小孩，怎么处理突发情况。晚上赵磊请我去吃饭，我们俩喝了很多酒，聊起小时候的事情，聊起这些年的经历，都感慨不已。最后赵磊还是忍不住的说了一句：“祥子，以前在村里委屈你了，以后在城里有哥在，没人敢欺负你，你好好干，咱们兄弟俩一起赚钱。”我重重的点了点头，心里充满了干劲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开着大巴来到了集合地点，游客们已经陆续到了，都是些头发花白的老人，脸上带着期待的笑容。我连忙下车，帮他们搬行李，扶他们上车，并且不断的嘱咐他们慢点，小心脚下。小伙子真热心啊，比以前那些司机好多了。那些司机一个个都跟欠了他们钱似的。大爷大妈们纷纷的开始说我的好话，我听了之后笑了笑。应该的，大家都坐好，系好安全带，我们马上就出发了。等所有人都坐好，我发动了车子，平稳地驶上了公路。一路上我开得很慢很稳，遇到坑洼的地方都会提前减速。我还按照赵磊教我的，给大家讲解沿途的风景和云村的历史文化，逗得老人们哈哈大笑。中途休息的时候，我给每个人都发了一瓶矿泉水，还准备了晕车药和塑料袋，给晕车的游客使用。老人们都对我赞不绝口，说从来没遇到过这么贴心的司机。到了云村景区，我帮导游安排大家下车，然后又叮嘱大家注意安全，按时集合。等大家都进了景区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靠在座椅上休息。第一次带团，虽然有点累，但心里很充实。看着游客们满意的笑容，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下午返程的时候，一位大爷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小伙子，你真是个好人呐！以后我们出来旅游还坐你的车。”谢谢大爷，欢迎您下次再来。回到城里，把所有游客都送走后，赵磊找到了我，一脸兴奋地说：“祥子，你太棒了！刚才导游给我打电话，
说游客们都对你赞不绝口，好多人都点名下次还要坐你的车。这是真的吗？那是当然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行。以后我就是他们公司的金牌司机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正式开始了旅游大巴司机的生涯。我每天都兢兢业业的工作，认真对待每一个游客。不管是刮风下雨，还是烈日炎炎，我都会提前到达集合地点，把车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准备好矿泉水和常用药品。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，我会主动扶他们上下车，帮他们搬行李；遇到调皮的小孩，我会耐心地提醒他们注意安全；遇到突发情况，我也能冷静地处理。慢慢的，我的口碑越来越好，很多游客都专门找我带团，我的工资也越来越高。除了保底工资，每个月的提成都有好几千，不到半年我就还清了剩下的贷款，手里还有了不少积蓄。而村里那边却过得越来越不如意。我走了之后，包大葱就垄断了村里到县城的线路。他开车技术差，服务态度也恶劣，经常半路抛锚，还随意涨价。一开始是1.5块，后来涨到2块，再后来涨到3块，而且还不准点，有时候等半天都等不到一辆车。村民们怨声载道，多次找包大葱理论，可包大葱根本不理他们。嫌贵嫌慢就别坐，有本事自己走路去县城。村民们没办法，只能忍气吞声。这时候他们开始怀念我了，怀念我18年不涨价，怀念我随叫随到，怀念我贴心的服务。可他们拉不下面子来找我，只能在背后偷偷抱怨。后来，村民们看到我开着豪华大巴，天天拉着满车的游客从村口经过，满眼都是羡慕。尤其是王明和包大葱2人，他们觉得这些钱本来应该是他们赚的，是我抢了他们的生意。王明天天在村里的大喇叭里煽风点火，说我忘恩负义，赚了钱就忘了乡亲，占着村里的路发财，却不给村里一点好处。包大葱也跟着起哄，这条路是我们村里修的，凭什么让他李翔随便走？他想过也行，就得交过路费。1辆车交500块，少1分都不行。村民们被他们说动了，心里也开始不平衡。于是，在王明和包大葱的挑唆下，村民们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，挖断村口的路。那天我带团从云村回来，快到村口的时候，发现前面的路被挖断了，还堆了一大堆石头或泥土，根本过不去。我连忙踩下刹车，心里咯噔一下。游客们也都议论纷纷，怎么回事？路怎么断了？师傅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们还等着回家呢。我安抚好游客的情绪后，赶忙下车查看情况。只见王明和包大葱带着10几个村民正站在路边，得意洋洋地看着我。王明见我过去，叉着腰说：“你想过去也行，1辆车交500块过路费，不然就掉头回去。”这不就是抢劫吗？我听完王明的话，彻底生气了，表示这条路不是私家财产，村民们不能挖断。包大葱却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对，我们这就是抢劫！今天你要么交过路费，要么就别想过去。”村民们跟着喊，手里还拿着铁锹和锄头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又气又无奈。我是不会交过路费的，你们赶紧把路修好，不然我就举报了。王明说完，给其他年轻的村民们使了个眼色，他们竟然直接把我的手机夺走了。游客们看到这架势，都吓坏了，纷纷说：“师傅，要不我们就交钱吧，别惹事儿了。”是啊，500块钱也不多，赶紧过去吧。我们都着急回家。我摇了摇头，表示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是原则问题。如果我今天交了钱，以后他们就会变本加厉，天天拦路收钱。我不能惯着他们这个毛病。就在这时，赵磊见我迟迟不回来，也联系不上，于是就给其中一位游客打了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把情况告诉了赵磊。赵磊的倔脾气立马上来了。什么？这群人简直无法无天！你别跟他们硬拼，先带着游客掉头回来，我马上派车去接你们。我表示好，随后挂了电话，对游客们说：“大家别担心，我们先掉头回去，公司马上派车来接我们。”游客们虽然有些不满，但也知道没办法，只能跟着我上了车。我发动车子，缓缓掉头往回开去。看着后视镜里王明和包大葱得意的笑脸，我心里暗暗发誓，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他们算清楚。回到城里，赵磊已经准备妥当，派了另一辆大巴去接游客，并且找了城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做中间人，委托人家去村里调和，让王明和包大葱把路修好。可王明和包大葱表面上答应了，等中间人一走，又把路挖断了，而且挖得比之前更宽更深。这件事给旅游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损失，很多游客都投诉了我们，还有一些旅行社终止了和我们的合作。赵磊愁的头发都白了好几根。祥子，这可怎么办？赵磊坐在办公室里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这条路是去云村的必经之路，被他们挖断了，我们的团根本没法发。再这样下去，公司就要倒闭了。”我看着赵磊的样子，我自责极了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跟他们闹僵了，也不会出这种事。赵磊听到我这样说，连忙安抚我道：“跟你没关系，是他们太过分了。这群人就是贪得无厌，以为拦路就能抢到钱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”说完，我们俩沉默了很久，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我脑子里灵光一闪：“磊子，我有个主意，既然这条路走不通，我们不如自己修一条新路。”赵磊愣了一下：“修新路？怎么修？
从哪里修？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。你看，从这里绕到山后面，有一条废弃的老路，虽然坑坑洼洼的，但只要稍微修整一下，再拓宽一点，就能通车。而且这条路直接通到云村的后山，比原来的路还要近几公里。赵磊看着地图，眼睛一下子亮了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样我们就不用再经过那个村子了，看他们还怎么拦路。我有些担心地说：“可是修路需要不少钱啊。”赵磊听到我的话，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，表示钱不是问题。这些年他攒了不少钱，再找别人借点款，应该够了。而且这条路修好了，不仅我们公司能用，其他旅游公司也能用，我们还能收点过路费，很快就能回本。说干就干，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筹备修路的事情。赵磊联系了施工队，买了水泥、沙子、钢筋等材料，我则带着施工队的人去山里勘察地形，规划路线。修路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，山里的地形复杂，很多地方都是悬崖峭壁，施工难度很大，而且经常下雨，一下雨就泥泞不堪，根本没法干活。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带着施工队去工地，晚上天黑了才回来。我不仅要指挥施工，还要亲自干活，搬石头、铲沙子、扛水泥，什么累活脏活都干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，皮肤也晒得黝黑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赵磊也经常来工地帮忙，给工人送水送饭，协调各种问题。我们俩齐心协力，一心只想把路尽快修通。村里的人知道我们在修路，都嘲笑我们。王民天天在大喇叭里喊：“大家快看啊！李翔和赵磊两个傻子，竟然想在山里修路，简直是做梦！”包大葱也带着人来工地捣乱，趁我们不注意，把刚铺的水泥挖坏，把钢筋偷走。有一次，他们甚至半夜来工地，把我们的挖掘机给砸了。我针对他们反抗了几次，可他们缓过来后还是不死心，继续偷偷搞破坏。但我们没有放弃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咬牙坚持着。我们知道这条路不仅关系到我们公司的生死，更关系到我们的尊严。就这样，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奋战，新路终于修通了。这条新路全长8公里，宽6米，全部用水泥铺成，还装了护栏和路灯，比原来的老路更宽、更平、更好走，而且直接通到云村的后山，比原来的路线近了5公里。通车那天，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通车仪式。赵磊剪了彩，然后我开着第一辆大巴缓缓驶上了新路。我看着窗外美丽的风景，感受着平稳的车身，我和赵磊都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这3个多月的辛苦终于没有白费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公司的所有旅游大巴都改走新路，再也不经过那个村子了。其他旅游公司听说后也纷纷改走新路，还主动给我们交过路费。我们的收入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比以前更多了。而那个村子却彻底陷入了绝境。新路绕开了村子，游客们再也不会来了。村里的小卖部没人光顾，东西都过期了，农家乐也关门了，桌椅板凳都落满了灰尘。那些靠卖土特产赚钱的村民也只能把东西烂在家里。包大葱的车也没人坐了，因为没有收入，村里的人也很少去县城购物了。他跑一趟根本赚不到几个钱，最后他只能把车卖了，灰溜溜的去城里打工了。王民也傻眼了，他本来想靠拦路收钱发大财，结果1分钱没赚到，还把村里的财路彻底断了。村民们都恨死他了，天天指着他的鼻子骂，说他是村里的罪人。王民受不了村里人的白眼，也想出去打工，可他好吃懒做惯了，根本吃不了苦，没干几天就被老板开除了。最后他只能天天待在家里靠老婆养活，成了村里的笑话。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，地里的庄稼没人种，都荒了。以前热闹的村子现在变得冷冷清清，毫无生气。这时候他们才真正后悔了，后悔当初不该听王民和包大葱的挑唆，后悔不该拦车砸玻璃，后悔不该挖断公路，后悔不该那样对待我。他们想起了我的好，想起了我18年不涨价的1元车票，想起了我半夜3更开车送病人去医院，想起了我免费拉着大家去接亲送葬，想起了我在中巴车上救了全车人的命。可现在后悔也晚，他们知道我肯定不会原谅他们。裴大叔是村里最难过的人，他当初因为生病没能阻止村民们挖路，等他病好的时候，新路已经修通了，村子也彻底凉了。裴大叔天天唉声叹气，把裴子贵骂了一顿又一顿。你这个糊涂蛋，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？李翔是个好孩子，你怎么能跟着王民他们一起胡闹？现在好了，村里完了，你满意了？裴子贵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当初也是被王民他们骗了，以为李翔真的赚了黑心钱。现在我知道错了，可李翔肯定不会原谅我们了。裴大叔听完裴子贵的话，拄着拐杖激动地说：“不行，必须去给李翔道歉，就算他不原谅我们，我们也要去。是我们对不起他，我们必须给他一个交代。”于是裴大叔带着裴子贵还有村里的几个老人一起去城里找我。王民也厚着脸皮跟来了，他知道只有我能救村里。他们找到旅游公司的时候，我正在给游客讲解注意事项，看到他们，我愣了一下，随即脸色冷了下来。裴大叔拄着拐杖，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，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最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孩子，我们错了。”
这句话一出，裴子贵和几个老人都低下了头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王敏也低着头小声说：“李想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挑唆大家干了那么多蠢事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计较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没有恨，也没有怨，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随后我平静地说：“你们没有对不起我，你们对不起的是你们自己。当初我涨1块钱，只是为了能继续给大家开车，让大家坐得舒服点。可你们觉得我赚黑心钱，拦我的车，砸我的玻璃，逼得我不得不离开。我跑旅游团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，你们眼红我赚钱，挖断路拦我，以为这样就能逼我妥协。可你们没想到，我可以修一条新路绕开你们。你们断的不是我的财路，是你们自己的。”村民们都羞愧地低下了头，裴大叔的眼睛红了。孩子，你说的对，是我们太蠢了，太贪心了。我们现在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帮帮村里吧。再这样下去，村里就真的完了。是啊，李翔，求求你了。裴子贵也红着眼睛说：“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光了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。你就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帮帮我们吧。”看着他们可怜的样子，我心里软了。毕竟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，这里有我童年的回忆，还有裴大叔对我的养育之恩。我怎么可能真的眼睁睁看着村子毁了呢？我沉默了很久，随后说道：“我可以帮你们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讲道理、忘恩负义。要想赚钱，就得踏踏实实干活，真心实意对待游客。”村民们听完我的话，连忙点头。以后我们都听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绝对不会再犯糊涂了。我看着他们这个样子，满意的笑了笑。那你们先回去，把村里的卫生打扫干净，把那些破房子都修整一下。我过几天回去跟大家商量一下，怎么发展乡村旅游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李翔。村民们都激动的哭了，一个劲的跟我道谢。送走他们后，赵雷走过来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祥子，我就知道你心软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支持你。咱们可以把村子加入到我们的旅游线路里，搞乡村旅游肯定能火。”几天后，我回到了村子，村子还是那个村子，但比以前冷清了很多。村民们看到我都围了上来，热情的跟我打招呼。我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，跟他们说了我的想法。我们村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，离云村又近，非常适合发展乡村旅游。我们可以把村里的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，教大家做农家菜，开发采摘园、垂钓园，还有磨豆腐、编竹篮这些民俗体验项目。游客们来云村旅游，我们可以让他们在村里住一晚，体验一下乡村生活。但是发展乡村旅游最重要的是诚信和服务，我们不能宰客，不能欺骗游客，要让游客玩得开心，住得舒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长久的赚钱。村民们纷纷表示自己记住了。于是，在我的带领下，村民们开始热火朝天的改造村子。我先让大家把村里的卫生彻底打扫了一遍，垃圾都运走。然后我把村里的老房子统一规划，改造成了白墙带瓦的特色民宿。每个民宿都有独立的院子，种上了花草，看起来温馨又漂亮。我还请了城里的厨师，教大家做地道的农家菜。村子改造完成的那天晚上，大家都喝得很开心。看着眼前热闹的景象，我想起了18年前，我第一次开着2手大巴行驶在村里的土路上。那时候，我以为我握的是方向盘，载的是情谊。后来，我被这份情谊伤透了心，离开了村子。可兜兜转转，我还是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握的不仅是方向盘，更是全村人的希望。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还会遇到很多困难，但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，互相帮助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月光洒在村子里，温柔而明亮。我相信，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这个小小的山村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美好。